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18号，还是先看看加拿大的疫情吧。加拿大今天呢新增病例是7008例，死亡病例呢是117例，目前总病例数呢已经到了49万3000人。现在加拿大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为优先人群接种疫苗。根据之前的一个民调显示只有54%的加拿大人愿意尽快接种疫苗。针对这种情况，有专家建议发钱注射疫苗也就是给注射疫苗的人每打一针发1000块钱，这也是厉害了在某些地区呢，很多人接种疫苗还是要花钱的加拿大可好，你要注射疫苗的话，不但不要钱，打一针可能还能挣1000块钱当然，这个建议也未必会被采纳据说在英国和美国都有专家提这样的建议。再来看一个房产方面的消息，就是一般情况来说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受人口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加拿大人口的增长在2020年的第3季度基本持平。有2个省是加拿大最繁忙的房地产市场，这2个省呢就是安大略省和 BC 省。但是呢，这2个省的人口都比上一个季度有所下降。这种下降呢，意味着加拿大的高人口增长已经停止了。在2020年第3季度，加拿大人口总数是3800万8005人，仅比第2季度呢增长了 0.01%。这样算来呢，全国总共增加了2767人，与去年同期比呢，人口仅增加了 0.54%。据说这是自1950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来看一下安大略省的情况。安大略省在2020年第3季度全省的总人口是1473万3119人，和上一季度比呢，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0.01%。总人数呢减少了895人，即便是与去年同期相比，人口也仅增加了 0.65%。这种低水平增长在安大略省以前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在2015年的第2季度曾经发生过一次。到现在呢，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了，又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的增长。再来看一下 BC 省 ，BC 省的人口下降速度呢是超过安大略省的。BC 省2020年第3季度创造了全加拿大人口季度跌幅的最高纪录。在2020年第3季度，全省人口下降至514万5851，较上一季度下降了 0.04%， 净损失1861人，这几乎是安大略省的2倍。与去年相比，人口增加了约 0.39%。这也是自1950年以来全省最低的年增长率。加拿大人口增长缓慢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今年受疫情影响，移民大量减少。尽管现在加拿大政府已经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加拿大把最近3年移民的目标呢增加到124万，但是一些专家的看法还是比较悲观的。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移民的下降可能至少要持续到2022年。这里面呢有受疫情的影响，再一个边境封闭，还有就业市场的疲软，短期内加拿大吸引人才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加拿大人口变化的情况。那么问题就来了，一方面加拿大新移民的数量在减少，另一方面呢，根据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的数据，2020年加拿大创下了10万套新竣工公寓的30年来最高纪录。人口减少了，供应增加了，目前呢，这个已经体现到了加拿大的租房市场。今年因为疫情，加拿大的租赁市场调转180度，已经从极热变成极冷了。在2019年11月，平均租金为每个月1918加元。过去呢，每年大概增长 9% 左右。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移民的减少，导致房租却下降了 9.1%。按照户型来看单户住房的租金下降了 10%， 联排别墅的租金呢下降了 3%， 公寓今年的降幅是最大的，下降的幅度近 20%。在过去几年中大量的新公寓竣工，导致空置率上升，尤其是今年创下纪录的10万套，对本来就不太好的加拿大公寓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了最近看了一个报告，加拿大房租报告。这报告中说呢，加拿大有9个城市的月租金变化是呈下降趋势的。首当其冲的呢，可能就是多伦多。去年这个时候房地产分析报告说，多伦多市的平均租金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 8%。由于租金上涨，导致那些受限于高额租金的租户他们不得不租住在一些比较拥挤、狭小，甚至是需要修缮的房屋中。今年的景象就与之前大不相同了。
新冠疫情呢，对多伦多的租赁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上个月的平均价格呢，出现了急剧下跌。2020年11月，多伦多的租金呢，同比下降了惊人的20%，这与2019年11月增长8%形成鲜明的对比。据说多伦多市中心啊，每一个邮政编码地区啊，都经历了所有物业类型的平均租金下降。大多数街区呢，同比下降了5%至15%。与去年同期相比，多伦多的租金正在大幅下跌，较2019年11月和2020年11月，每月租金下降约520元。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在多伦多租了一个公寓，相比去年同期，您每个月平均可以节省大约520元。这个报告还指出，多伦多的平均租金自去年以来啊，一房单位下降了19%，两房单位呢下降了17%。现在的平均租金啊，从2019年11月的2508元降至2038元。有专家说啊，2020年是我作为房屋分析师近20年职业生涯中最难预测的一年。即使是认为市场价格会跌的观察者，也完全不可能预测到多伦多的平均租金将下降20%。同时，全国的市场呢都在受大多伦多地区的影响，很多城市公寓的租金啊价格暴跌。但同时呢，多伦多仍然是加拿大35个主要城市中单卧室租金最高的城市。2020年11月平均价格呢为1877加元。多伦多的两居室公寓现在平均的每月租金是2468加元。在加拿大城市内寻找租赁房屋的租客将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呢，房主不得不竞争房客，加大营销力度，这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很多情况呢都是虽然租金要价不低，但是呢面谈的时候啊都会遇到打折的情况。对于高档的物业呢，有一些业主甚至要免1到2个月的租金。由于移民短缺，学生租房减少导致的租房需求下降。一方面呢，需求量减少；另一方面呢，供应量增加。今年完工的公寓啊，比过去30年任何时候都要多。最要命的就是已经遭受严厉打击的多伦多租房市场啊，屋漏再遭连夜雨。多伦多市议会啊，前天以24票对1票通过继续推进房屋空置税计划，而且呢，有望在2022年征收空置税。这些呢，还会进一步加大多伦多公寓租赁市场的供应量。再来看看温哥华，温哥华呢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去年11月呢，所有的物业类型在温哥华的平均租金啊，与上一年同比还是增长的，增长了7%，达到了每个月的平均租金是2507。一年后呢，平均租金同比就下降了12%，平均租金也下降到了2216。这个图呢，通过邮政编码显示了与2019年相比平均租金的年度变化。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出，租金下降的区域非常多啊。蒙特利尔的情况呢，可能要比多伦多、温哥华稍微好一些。这个图呢，通过邮政编码也是显示了今年和去年相比平均租金的年度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有2个邮政编码地区呢，是蒙特利尔市最活跃的2个区域，一个是 H2X， 还有一个是 H3A， 它们分别对应的是蒙特利尔市中心和麦吉尔大学。这2个最热门的邮政编码地区租金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同比增长了4%到9%。再来看一下卡尔加里，卡尔加里虽然有一些中心地区的邮政编码经历了一些积极的租金增长，但是呢，很多区域的邮政编码地区啊，租金与去年相比呢，下降了5%到10%。然后是密西沙加的一些邮编地区啊，有一些新落成的建筑物提高了租金，但是呢，在他们最活跃的2个地区，包括密西沙加市中心和库克斯维尔地区，分别对应的邮政编码是 L5B 和 L5C。他们的平均租金呢下降了5%到6%。从以上这些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啊，在市中心如果要是刚需的话，我觉得买公寓可能是非常好的时机。如果你要是投资的话，那需要非常谨慎，要选择投资回报好的区域。在前面的视频呢，像蒙特利尔有2个邮政编码地区，密西沙加有2个邮政编码地区，当然多伦多、温哥华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区域。如果你购买公寓是投资不是自住的话，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回报好的地区啊，回报差的地区就不要再投了。当然了，接下来如果疫苗效果好的话，加拿大的经济恢复也会加速，大学的学生啊也会开学，市中心的商业也会再次活跃起来啊。但是呢，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的视频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